谁让你直接给我打电话的？如果不是因为事情紧急，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阿洛中枪了，伤得很严重，你必须马上派车来接应我们，否则他就没命了。你听我说，现在风声太紧，闸户那边有很多的警察，别派人过去。你们的问题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就这样。喂，喂。 小姐，你怎么能砸电话？这砸坏了你得赔。救命啊！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，每天都会制造这些垃圾。这分明就是为虎作伥，颠倒黑白，毁伤大众视听。谁让你老拦着我，不让我知情？到最后还不是让张赫这样的无良记者把持了话语权？我这就去揍他一顿。你傻呀！你打了他，第二天报纸还不知道怎么诋毁 DBI 呢。我觉得张赫写的文章很好。你跟着发什么疯？张赫写的文章，你要仔细的用你的脑子去想一想。他实际呢，是写到很多我们工作当中没有做到位的地方，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，哪怕这种提醒是恶意的。但最重要的呢，是张赫既然拥有媒体的阵地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拥有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用媒体的舆论和影响力对瑞鑫药业展开反击呢？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得城的老百姓一定能分清楚是非善恶。包大哥说得好，包大哥万岁！你们这群人就等着看我的号外吧！规矩。真的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糖。以后啊，你一天天都能吃到，好吗？你们看看，都是德城每日连线的号外，怎么内容完全相反呢？让人相信谁好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咱们棚户区有多少孩子受害？当然是第二篇号外靠谱了。要我说啊，就是那个包正没本事，窝囊废一个。不对，敢和瑞鑫药业这么大的企业对着干，这个检察官是好样的，有本事。要我说啊，就是那个刘丽华不是东西。没错，无商不奸，否则他凭什么能干成那么大的买卖呀？就是，对对对。婆婆，我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爸爸最近总出门，回来就和妈妈吵架，他们是治我的眼睛吗？婆婆不用怕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，每天像睡觉一样，白天也像睡觉一样。依依真乖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告诉婆婆，婆婆给你买好吗？不用了，婆婆，爸爸只是同意让您给我买1块棒棒糖的。婆婆送你回家啊。刘董，刘董，阿洛那边出了状况，他中枪了，要不要我们去接应一下？我是怕万一落到警方手里。包正现在来势汹涌，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，还有时间去管这些？明白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
阿洛，阿洛，你醒醒，你不要吓我！阿洛，阿洛，你醒醒啊！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土方，这蜂巢里的蜂胶可以杀菌消炎。虽然治不好他肚子上的枪伤，但是至少能让伤口不再化脓，可以减轻一点痛苦。你不怕死吗？有些滋味比死更难受。这小家伙又不是你亲生的。 跟他生个孩子吧。等你把孩子抱在手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提这么傻的问题了。我不需要孩子，以后不许再给我提孩子这两个字。丽华，这次我来，是想面对面的跟你问个明白。报纸上的风言风语，我都看了，可是我一概不相信。你就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，告诉我一句真话：到底瑞鑫药业的疫苗有没有问题？ 就像我对得起朋友一样的，我对得起我的客户、我的患者。瑞鑫药业的疫苗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要说谎呢？你怎么会认为我说谎呢？我不是别人。 我是龚杰，你最好的朋友。别人不了解你，可是我最了解你。你说谎的时候，就像现在一样，眼睛直视别人，下颚抬起。你曾经说过，就因为说谎，就更要理直气壮。尽管你嘴上一直不承认。 但你下意识的这个表情，是骗不了我的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瑞鑫药业上上下下6000多名员工着想。为了员工。 为了员工，就是你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借口吗？你不在我的立场，你没有办法了解我的难处。你知道吗？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厂子，是多么的艰难。社会的竞争又是这么的激烈，要不是我想尽办法能够拿到政府批下来给我的订单，前年我早已关门大吉了。要不是我能够采取一个节约的方式，我们也因为亏损。 而已经倒闭了。倒闭之后，6000多名员工，他们没有了工作，直接影响到6000多个家庭。他们没有支柱，他们会流离失所。好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振振有词。我是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有苦衷。但是再大的苦衷，你能拿小孩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作为你做生意的筹码吗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。 最好、最善良、最不能看见人受苦的丽华吗？你还是原来那个丽华吗？我就是我，我没有变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变了，也是这个社会它改变了我。小姐，
你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纯洁，你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。你没有任何的资格站在道德的评论台上评论我，你不能，没有任何人能。刘董，您这不是跟他较实底了吗？现在 DBI 舆论造得那么凶，万一他回去跟包拯在一废话，不要去担心，会受舆论的影响。舆论，它就像是一股风，吹过了也就过了，会有更大的热点来顶替。到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记得这些事情。但是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要紧密的监视包拯的一举一动。我很怕他会翻盘。刘董，包拯啊，他已经没有翻盘的余地了。你别忘了，还有一个人是掌握我们命脉的，他绝对不可以再出状况。您是说赵旭？昨晚也没睡好啊。这包拯开庭，出师不利呀！只怕你是既怕他会输，也怕他会赢。要是包拯输了，我就会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，又会面临刘丽华的政治讹诈。可要是包拯赢了，刘丽华肯定会拿我们儿子说事儿，很可能会使出更狠毒毒辣的手段，甚至他干脆来个鱼死网破，把我跟他的肮脏交易全面曝光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政治生涯就彻底结束了。你说，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也不知道我们的洋洋现在是个什么状况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有洋洋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站在中立地段。在结果没有明确之前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不配合刘丽华，也不帮包拯。对了，你告诉下人，不管谁来找我，就告诉他们，现在我闭门谢客，知道吗？好。莫道君行早，却有早行人。刘董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连包拯都叫不开门，咱们也是一样的。赵迅这一招叫做明哲保身，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不用再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哟，来了。不，跟见先生没？没有啊。怎么？你找他有事儿？没有，就是随便问问。公孙泽，有些事儿啊，还是旁观者清啊。该行动的时候就得行动。俗话说得好，心动不如行动。如果你一直没行动，那是注定要失败的，明白吗？别特意。
给谁的呀？哦，是我哥要送给雪莉姐的礼物。你真应该把人家约出来，好好的约会，别偷摸摸的。老布，一杯特饮。好嘞。赵师傅肯见我啊，连大门都不让我进呢。唉，人家一总大人呀，毕竟有自己，不容易。毕竟洋洋还在绫里花手里。明哲保身，永远是这些为官者的当官之道。人挺齐嘛。老布，来杯特饮。好嘞。可以。这谁请客？今儿谁请客？哦，对了，你现在呢已经有了工作，有了心思，所以公孙探长是不会帮你付钱。探长哥，不知道我手里这份东西够不够换我今天的晚饭呢？老布，谁造我的？好嘞。看，真是不错，竟然拿到了瑞星医院的财务报表清单。老布，给我来一份今天最贵的餐点，2份。啊，3份。好嘞。刚刚接到电话，客户这边有小妹，老姐说，今天有一个女子长得像娜美一样，用了公用电话，最后发脾气把电话给砸了。真的很像他的作风。林先生，我们走。是。你们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回去研究一下。老布，餐点取消。我这都做好了，这。是你报警说见过这个人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长得挺漂亮。那天在这打电话，打得好好的，突然发了疯似的砸电话，我让他赔，他还用力掐我，说我劲儿比男的还大。你确定他是走路过来的，没有骑自行车或是用其他交通工具？没有，是走着过来的。他既然是步行来打电话，那他们藏身之处不会超过方圆2公里。马上以这里为中心，请当地警方配合，布置拉网式搜索。是。为什么老缠着他？还不知道谁缠着谁呢。哎，胡法医，您电话？我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？啊，他说刚才打办公室没人接，所以打这儿来了。好的。你好 ，Sherry。Sherry， 我是胡春盛。哦，胡教授啊。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吗？送来化验的那种无名液体，已经确定成分是巨基胞注射液。巨基胞注射液怎么会出现在乙脑疫苗的生产线上呢？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事情，所以进一步做了个实验。你赶紧来一趟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说完了。啊，好吧，我开车送你。走吧。我也要去。抱歉，孟小姐 ，DBI 内部的工作实在不是很方便。巨基胞的全称也叫巨基胞苷酸，是一种干扰素诱导剂，在体内细胞的诱导下会产生干扰素，会有类似干扰素的作用，有广谱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功能，对病毒感染性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。和乙脑疫苗有关吗？是疫苗出问题的关键吗？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但是巨基胞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。可是瑞星药业的药品目录上并没有写明有巨基胞苷酸，但是巨基胞苷酸为什么会大量储存在他们的原料罐里呢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硫化氢。
我们先出去。等一下。 万幸，胡老的实验数据没有被杀手毁掉。这一盆是生理盐水，清洗一下口鼻和眼睛，用来解硫化氢的毒。谢谢。刚才被吓坏了吧？没有，从来都没看你那么脆弱过。我去工作了。 根据弹道的痕迹，就是这颗子弹打死了这个人。他跟枪手会不会是同一伙人？因为逃不出楼道，所以杀他灭口。我觉得枪手跟凶手不是一伙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进实验室的时候，窗子是关着的，窗帘也是拉上的。如果外面有人接应的话，窗帘不可能是拉上的。而且，里面的人用的是刀，外面的人用的是枪。 从逻辑上也说不通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瑞星药业的人？如果不是，那又会是谁呢？天快亮了，离开厅没几个小时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凶手杀害胡老、抢夺实验数据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怕我们知道什么。这一定是战胜瑞星药业的关键。这个关键就是巨击包和乙脑疫苗的关系。这也一定是如何降低成本，让乙脑疫苗失效的关键。 我终于知道巨细胞苷酸为什么会出现在乙脑疫苗的秘密生产线上。将巨细胞苷酸以1:100的比例配入到乙脑疫苗当中，不仅可以提高抗原的活性，在检测过程当中提高抗原的数据含量，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能降低抗原数量，节省约1半以上的成本。这就是瑞星药业制造假疫苗的暴利所在。Sherry， 你真是太棒了！喂。 怎么样？整个东侧都搜索完了，没有发现。西侧搜索完了，没有绑匪踪迹，哪面也没有，可累死我了。现在只有北面山区没有搜查过。这也是地形最复杂的方向，
集中全部警力，对北面山区进行拉网式搜查。是。乙脑疫苗的抗原效价需要一定的起点剂量才会发挥作用。如果加入了无效物质减少抗原，必然会削弱疫苗的免疫作用。根据我国医药局的规定，乙脑疫苗的抗原效价是每剂量2.5个国际单位。但是，如果加入了聚基胞苷酸以后，乙脑疫苗的抗原效价就会变成每剂量0.5个国际单位，但是检测仍然可以通过。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，就像是往这个牛乳里面加入了蛋白精，奶味非常的纯正，但是危害无穷。这就给很多的企业一个可乘之机，他们去钻法律的空子，去谋取暴利。这种效价不足的疫苗，如果给接种者接种以后，完全达不到任何免疫的作用，所以那些接种者一旦受到了病毒的感染，发病率将会是100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那些所有被接种的孩子体内被安放了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。完全是无稽之谈，这都是建立在理论上的假设。但庄严的法庭不是什么比如世界，法律需要靠证据说话。请问检察官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瑞鑫药业在疫苗中加入了聚基胞苷酸？你掌握了这种你们所谓的问题疫苗吗？如果有，请当庭出示；如果你们有所谓的证人，也请他出庭作证。否则，既无证物又无证人，这种毫无根据的对我当事人名誉权的污蔑，我将进行反诉。怎么不说话了，检察官？你可是一向辩才无碍的嘛。请检察官直面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一拖再拖，到底有没有直接证据？没有。如果控方拿不出真实有效的直接证据来，那么就请法官大人当庭裁决。控方检察官，这个问题你需要回答。庞律师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：瑞鑫药业是不是从来都没生产过聚基胞注射液？对，没有生产过。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就是贴牌销售聚基胞注射液呢？这是常识性问题。瑞鑫药业根本就没有聚基胞注射液的批号，自然也不会销售。那我就得麻烦您一件事儿了，您能帮我念一下下面的材料吗？庞律师，不要耽误时间。1月23日，购入兰利牌聚基胞注射液500升。
第2页第5行，2月18日，购入蓝粒牌聚基胞苷酸300升。第3页第8行，3月15日，购入聚基胞苷酸450升。当然了，后面还有。不过为了缩短这出闹剧的时间，我就不让你再继续往下念了。这份资料是瑞鑫药业原料的采购清单。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，瑞鑫药业既不生产又不销售聚基胞苷酸，那么为什么会购入超过2吨的聚基胞苷酸呢？瑞鑫药业把这些聚基胞苷酸用到了什么地方？辩方律师，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解释吗？这个嘛，你这什么呀？你说不上来，我给你出示一下15号证物。这些照片就是警方在距离瑞鑫药业不到700米的一家面粉厂里发现的制药设备。虽然这些制药设备在警方取证的时候让疑犯给蓄意破坏了，但是警方仍然在这些原料罐里，还有罐装的器皿当中，发现了乙脑疫苗，还有聚基胞苷酸的成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也可以非常明白地告诉大家，瑞鑫药业购买的那些聚基胞苷酸，就是用于这条秘密生产线的生产，而生产的就是问题疫苗。我抗议！这根本就不是瑞鑫药业的厂房。检察官不能随便拿些破烂就硬说这是瑞鑫药业的设备和生产线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那就可以任由瑞鑫药业对那些孩子不负责任吗？好，你不承认这些东西的归属，那我就给你出示第17号证物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别装糊涂了，地道。警方在这家面粉厂的地下发现了一条与瑞鑫药业紧密相连的地道。法官大人，各位陪审员，还有现场的市民，大家不要忘记，瑞鑫药业和这家面粉厂只有区区不到700米的距离。虽然这条地道现在被炸毁了，但是警方的法证科仍然可以证明地道是在3天以前被刚刚炸毁的。那么你告诉我，在这之前连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？清白无辜的瑞鑫药业为什么要和一家面粉厂暗通沟渠呢？难道生产药品的原料是面粉不成？这完全是多年以前修建的地下防空工程，和瑞鑫药业毫无关系。那好啊，我对辩方律师的这个思路已经很清楚了。所以呢，我找来了德城最全的地下防空分布图，恰恰没有这一段。庭上，辩方请求休庭，补充证据。准许，休庭24小时，明天上午9点继续开庭。控辩双方到我办公室来。法官好。辩论很精彩呀，独立检察官，你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。不过，你虽然成功的扭转了颓势，引领了舆论的导向，但我必须指出，你仍然没有直接的证据给瑞鑫药业定罪。同时，我的委托人考虑到那些患儿的利益，提出了一个慷慨的和解方案。慷慨。慷慨，抛开法律不谈，
哪怕是只有残存的道德底线，都不会侮辱像慷慨这么善良美好的词汇。你这种态度不利于我们顺利的解决问题。那些患儿和患儿家属要求的只是公平和正义，而赔偿是必须的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法说下去了。包检察官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在辩论中占了一点上风，不代表你就一定能在法律上站住脚。我不要看什么理论、什么假设，或者在外围兜圈子。如果你想要打赢这场官司，给瑞星药业以足够的教训，就必须拿出直接的证据，否则，接受和解是最好的处理。妥协是相互的，瑞星药业已经让步，你已经胜利了。法官大人，您说的这是政治，不是法律。年轻人，在德城，法律能摆脱政治吗？情况怎么样？嗨，包大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把那群坏律师打得落花流水。真正的硬仗还没开始呢。绑匪有消息吗？我们来晚了一步，让他们跑了。跑不远。包检察官，有一个老朋友现在想见你，您不会拒绝吧？当然，我去拒绝回来。哎，小心。刘总，刘阿姨。哎呀，小郑来了，坐。辛苦了，喝杯茶。年厂，大红袍。果然是行家呀，一喝就知道是大红袍。在戏台上面能够穿大红袍的，也只有2位，一个就是包公，一个就是海瑞。难道小郑你也想做清官是吗？清官跟士大夫情节有紧密的联系。居庙堂之高，则由其君；处江湖之远，则由其民。我没有，我只是遵循了内心的良知，不分官民。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上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的。忙碌了这么多年，自己连个家都没有。如果我能够有一个孩子像你一样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我要是您的儿子的话，恐怕也会是个不孝子。为什么不接受和解？你那么的聪明，你应该知道，选择和解才是最划算的方式。和解之后，那些患者一样能够得到赔偿，而你也可以免去冒着输掉官司的风险。我呢，又能够保住瑞鑫药业3赢的局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刘阿姨，您到现在还觉得一切都可以折算成钱吗？这个社会，什么都能够折算成金钱。你在法庭上争取的不就是数目的多寡吗？我不是为了钱，是吗？我争取的是公平还有正义。真是孩子话，也是句梦话。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，要么被人吃，要么就是吃掉别人。公平、正义，这些都是很虚伪的词汇，也是那些政客骗取选票的廉价承诺。这些话你都会相信吗？刘阿姨，这就是您跟我最大的区别。我不否认，我们确实是置身在一个非常黑暗的隧道，看不见一点光亮。我们也不知道隧道的另一头是通向哪里，也许是通向地狱，但也许会通向天堂。您的选择是成为黑暗的一部分，而我选择点燃一根火柴，哪怕只有一丝的光明。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应该得到尊重。那些患病的儿童不到100
人，而我瑞鑫药业有6000多名员工，他们也都是生命。您关心的不是生命，而应该是您自己吧？小郑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的难处？早先遭遇的经济萧条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知道药厂的处境有多么艰难。还有，瑞鑫药业已经不堪负荷了，我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，我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事业就这么垮掉。这是疫苗，它不是假药，至少它不会害人得病啊。如果一个企业为了生存谋利，就可以丧失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，那么这样的企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医者父母心，一个药厂以生产不害人的假药为标准，那么对于社会大众来讲，买药和吃药还有意义吗？你不需要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压我。那您也不需要说为了6000个员工生存这样的漂亮话，您完全是为了您自己。这本来就是种私欲，而为了这一己私欲，已经有很多的人为这件事情搭上了无辜的姓。刘阿姨，我开始还想您能够回头，可是现在，即便您这样想，法律已经不给您这个机会。小郑，你是不是真的想一条路走到黑，跟阿姨拼个你死我活呢？